颗辣椒如何变成红油？这一个视频呢，我们费了很大的力气。那我们为什么要拍这些视频呢？每个月我们都会选择一天进行直播带货，虽然每次都卖的不多，但是每一单都是我亲自在把控，我自己来打包。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粉丝问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红油是你亲手做的吗？类似这样的问题反复被提及。后来我翻阅了很多关于红油的工业资料，却都没有一个能够说得清楚产业链的底层逻辑是怎么样的。正当我们苦恼的时候呢，四川中阳章食品有限公司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我和同事们总共耗时50天制作了这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分为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种植地点在新疆；第二个部分分为初加工在品红食品加工厂；第3个部分是精加工和灌装在中阳章食品。通过拍摄这4个部分，让大家通过我的视角看得清清楚楚，这一颗辣椒到底是如何变成红油，然后大家一起了解什么才是食品工业。钟南荣钟总是中阳章企业的负责人，我们直播卖的货就是中阳章代加工贴牌生产的。在说明了我们的来意之后，钟总很爽快的答应了帮助我们梳理拍摄。有的时候粉丝都问这个红油是不是我做的，是我亲自炒的，我就这个照着说3无几句话说不清楚，所以我相当是就拍个视频，不管好长。过几天我要去新疆看过辣椒现在开始收成了，你们有没有空跟我们一起去嘛？肯定想啊，那就最好噻。随后我们跟着钟总一起来到了新疆库尔勒。我们到了新疆，农业公司的谢老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个谢老板他其实是成都人，但是在新疆从事农业种植已经超过了17年。他在最多的时候承包数万亩土地来种植辣椒，为各种企业提供辣椒的原材料。当地政府把土地从农民这里集中起来，集体承包给像谢总这样的农业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运作，然后谢总再召集技术员和农民，在春天的时候播下种子，秋天的时候收获。从一下飞机一路走来，新疆的景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因为来的比较匆忙，我们没有注意到天气预报，新疆这2天其实晚上风特别大，所以白天的时候看起来显得雾蒙蒙的。第2天一到基地，谢总就带着技术员黄哥给我们展示辣椒的物理驱虫。看，这是点吗？点，它晚上就是它是一个引虫灯，晚上它有这种紫外线要光线，特别亮，把虫就引来了。虫一放到触到这上面就啪啪打死了。哦哟，还是活的。所以说它就原来种植辣椒其实他们不用打农药，他们是利用物理来驱虫。虫子白天它不会出来，因为有鸟儿会去捕食。晚上大量的虫子出来的时候，再用诱蚊灯将其捕获。我们9月2号来到辣椒种植基地，正好碰上他们采摘的日子。新疆的辣椒每年都会在1月份的时候用种子育苗，4月份开始用机器把辣椒苗种到地里面，9月到10月的时候辣椒成熟了之后人工采摘，采摘完成之后再全部拉到戈壁滩晒干，最后从新疆发到全国各地。在新疆主要有2个品种是红油的原材料，第一个就是皱皮椒，它主要的作用是增加红油的香味，每1亩的产量大概是600公斤左右。第2个品种是红龙8488，这是它的一个辣椒代号。据说这个品种的种子曾经还上过太空，它在红油里面的作用主要是增加油的颜色。还有几个优点是皮薄、肉厚、米子少，米少它的成本就降低了。在新疆种植辣椒，它会比任何地方它的固形物体和颜色更好。为啥子？因为它的昼夜温差大，日照强。大家平时在食品配方中看到的辣椒红，大多就是用这一款辣椒提炼出来的天然色素，所以我们的配方就是直接用这款辣椒放到油里面增色，去掉了提炼色素，再重新加到红油里面的这个过程。到了9月、10月采摘的时候，工人们直接把辣椒从下往上撸下来，放进编织袋，然后用大货车统一拉到戈壁滩晒干。在这里呢，要感谢我威哥，感谢他带我们了解了所有晒场的细节。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么震撼的场面的时候，我们平时在家都有晒过辣椒，但是这个晒场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在库尔勒随便一个晒场，小的起码上万亩，
大的超过10万亩以上。每一种辣椒根据需求和价格的不同，在晒场控制辣椒的含水量。工人首先在晒场上把辣椒铺上一层，等待辣椒的含水量被晒到达到要求以后，简单的筛选出腐烂的辣椒，还有一些肉眼可见的霉变辣椒，然后再把毛或成品的辣椒梳理成条状或者堆在一堆，然后重新再用编织袋装起来上车发往全国各地。就这样，这些毛货辣椒通过物流几千公里就来到了我们的第2站——四川德阳品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这里要感谢品红的沈总经理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这位沈老先生在40年前，他就开始从事辣椒的加工贩卖，从小商小贩到今天上万亩的大型加工企业。从那个单挑挑到现在做工厂，近40年了。我们只做这一件事情，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健康的辣味。沈老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在沈老先生这里学到了很多关于辣椒的一些知识。叫我儿子带你去参观一下工厂。好，刚哥带你去车间看一下。好。接下来，沈总将带着我们走入一个全新的领域。这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粗加工，居然有这么多复杂的工序。我们海椒到工厂之后，工人正在就是脱包投料进去，就开始筛选。我们辣椒脱包之后，就通过我们那个提升机，然后开始进行辣椒整个筛选流程。第一道筛选环节，这个叫风云去丝去杂，它是利用风力把我们精致的杂质，像绳子呀、毛发、浓缩微叶子，就把它抽出去了。辣椒就吸到我们第2个环节了，然后重的就落下来了，那是木头。木头，对，各种各样的杂质都有。这个环节基本上去除90%的大型杂质，还有轻的杂质。然后像轻的先出来一个叶子呀，也是从这里面出来吗？这个全是辣椒叶子、杂质，还有缩腿。好，经过我们风云去杂之后，就来到我们第2个筛选环节。比重去丝去杂，它就是利用我们辣椒与石子小的石块比重差异，然后再利用风力分级，小的石子就会落下来，它这么一起。对，来到我们第3个筛选环节，就是我们的光电筛选机。筛选主要是选啥子？一种叫内源性杂质，像辣椒杆、辣椒帽，然后花皮、白皮、霉变那一类物质。另一类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比较关心的外源性杂质，里面就包括一些恶性异物，还有一些是杂粮的种子、黄豆、玉米。那个是用高速摄像机拍照识别，然后控制我们那个气嘴把它喷出。这里回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外源性的一些杂质。外源性就是说，除了辣椒以外的东西的所有杂质，包括石头、烟头、铁丝、钢筋、绳子、一些小动物的尸体之外，它们都属于辣椒之外的外源性杂质。那什么又是内源性的一些杂质呢？内源性就是一颗辣椒它本身的烂叶子、辣椒蒂、辣椒籽，或者是腐败的辣椒、辣椒杆，都算是内源性的。内源性的就是辣椒上面掉下来的东西叫内源性，外源性就是辣椒之外的所有杂物都属于外源性。就到了我们第4个环节，就是辣椒清洗。那个8米长的设备就是我们辣椒干洗机。是放水进去清洗吗？不用水，水会导致它水分超标。我们都是用干洗，用它辣椒籽本身与辣椒表皮进行一个摩擦，减少辣椒表皮90%的灰尘。清洗完了之后，就来到我们第5个环节，就是我们烘干。产地来的辣椒本身水分超标，我们一般把水分控制在14个点，就能有效的降低霉变。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辣椒的含水量。在新疆的时候，他们运输的时候，为什么说含水量必须是20%？是因为辣椒如果低于20%，它在挤压的时候会很容易烂。这一个辣椒是20%的辣椒，看起来像干辣椒，但是这个辣椒通过挤压，哪怕挤得很紧，它都不会烂。这就是为什么要控制水分，控制在20%，多一点跟少一点都不行，因为水分太多了之后，在运输过程中它就已经发霉，就已经坏了。这是运输中的20%。然后到了品红了之后，这个辣椒水分就要被控到14%，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
原因是因为这个辣椒它有可能会被存放在仓库里面，如果水分高于14%，那么前面做的所有筛选都等于白费。在我们四川这个地方湿度比较大，它会容易再次发霉、再次污染，黄曲霉再次超标。水分在20%的时候非常利于长途运输，然后水分被烘到14%的时候利于存放不发霉。然后如果说这个辣椒在低于了14%了之后，这个辣椒就很容易碎。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手里面的辣椒水分大概在10%到12%，它在储存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硬。然后当你需要运输的时候，通过挤压，直接就碎掉了。辣椒炒制的含水量必须控制在6%到8%，含水量如果高于8%，则无法冲碎；如果水分低于6%，辣椒就被直接炒糊了。所以只有精准的把控含水量，这样子泼出来的红油也会更香。然后烘干之后，就来到我们第6个环节。这台也是色选机，但这台色选机它是添加 AI 模块，它能记住异物的形状，然后下一会儿就把它剔除。哦，真的，海椒粑粑也属于异物嘛？像那种海椒蒂是跟辣椒本身不一样的，它就把识别为异物。哦，这种是我们不要的。相当于前面清洗烘干之后，它这个容易掉，它这台机器还能够把这种东西继续给它分离出来。经过我们前面的色选竞选工艺，就来到我们最后一道，也是一道很重要的保障，就是人工要再次把关。这就是好的产品，不带把的，没有颜色不对的，没有发霉的。像一个就是早上做2等货，中的异物就是人工阿姨。选出来异物只剩那么一点儿，那机器的效率还是非常高的。人工挑选完之后，我们还会进行入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磁选。磁选就是利用12000高斯强度的强磁棒，将灰尘，然后包括一些铁屑把吸附住，有效的控制这个金属异物的含量。完成色选之后的辣椒，就最后会推到我们振动筛。那道环节就是把我们所有米纸筛净，像这就是我们选出来的米纸。所以我们产出来海椒都没有添加任何米纸，都是把它筛净的。这个辣椒就叫做精货，没有霉变，没有任何的杂质。这个选出来的精品货，它成本就比毛货至少上升20%到30%。这一颗辣椒从毛货变成精货，虽然说成本上升20-30%，但是安全绝对的放心。封完袋之后，我们就会码到我们托盘上，就放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下一步我就带你去我们草制车间，3楼从上往下看一看。好嘛，走嘛。我们刚才从筛选车间把这个货从电梯拉到另外一栋3层楼，然后倒入这个厂子，这个厂子倒下去，下面是机器在炒，这个感觉好解压呀。好，这就是投料环节。我们接下来到2楼去。好，2楼参观。原本我是想在2楼现场给大家分享它炒制的逻辑，但无奈每一次话刚说到嘴巴又被呛回去了，这个车厢实在是太呛，所以呢，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辣椒从上面通过管道直接输送到这个滚筒里面，输送到滚筒里面了之后，人工加一些菜籽油，再用低温慢炒，差不多60分钟的样子。这就是炒制的滚筒。哇，这里有8个都在转。辣椒炒香炒脆了之后，再通过管道输送到地面摊凉的位置，让辣椒彻底的冷透。冷透了之后，辣椒它又脆，很方便进行下一次冲制。炒好摊凉之后的辣椒，就是温度降下来之后，就会到我们1楼进行冲制。这个辣椒已经炒了40分钟，已经炒脆了。听一下这个声音，看，用手都可以捏碎。说实话，我作为厨师，什么呛的场面没见过。这个真的是一进来，我有话都说不出来。我们赶紧出去，到下一层。简单来说，上面炒好了之后，从这个管道一直下来，放到这个队伍里面，它这个再把它中碎。我们再次回到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冲制的辣椒和粉碎的辣椒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第一个，冲制的辣椒它是通过挤压把整颗的辣椒把它冲成粗中细。粗的辣椒呢，它的风味更好；中粗的辣椒呢，它出来的辣味更好；细的辣椒呢，它的颜色它的色素会被释放出更多来。然后第二种是直接粉碎的，
我们的辣椒通过机器粉碎，除了效率非常高之外，它有几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它没有办法像传统一样通过挤压把辣椒里面的色素充分的发挥出来。第二个是它在转动的时候产生高温，让辣椒的香味挥发掉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按照正常商业的逻辑来分析，它工厂就应该选择粉碎机，而不应该选择这种冲制去模仿传统。所以呢，在我的理解，它是把商品放在了第一位，把效率放在了第二位。你快尝试一下，好。这个跟那个吸尘器完全不一样，非得好好掌握这个。对对，而且会有点分量啊，比较多。对。然后从这儿吸压之后，它就沿到那个负压管道，可以看到从这儿。这个时候，然后从负压管道到我们那个风机里面。它落到我们振动塞之后，将中脆辣椒在这儿过筛。我们那个是3级振动塞，根据客户需要的粗细大小，将它分层，像粗的就到这儿来了，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好粗的，0.5厘米到1厘米之间，这个还会进去再中一次。做到啥子大小就可以了？中到我们客户要求的大小。从这儿过完筛之后，就到我们那个搅拌机，是我们将不同的辣椒品种、中脆辣椒面进行混合。好快哟！对，混合之后就到这儿来打包了。到最后初加工结束了之后，我才意识到了沈老先生之前跟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只为社会提供健康的辣味。这句话现在想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和真诚。在初加工结束之后，我们来到了下一个环节。中阳张工厂，中阳张工厂主要分为2条生产线。第一条生产线是钟总最引以为豪的全自动生产线，第2条生产线是传统的人工半自动生产线。我们辣椒从这边脱包拿过来，脱了包就直接倒到这儿，倒进来过后，那个自动控制一开，它就走这儿就直接就到海蟹钵去了。它那个你看，通过那根管道，它就直接进到海蟹钵里面了。这个就是海蟹钵。对。我们这是我们发明专利，这是拿到国家发明专利的。我们整个系统熬制只需要一个人在这儿，一个人电脑操作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非常干净卫生，全密闭状态下熬制。熬好的油就走这边出来了，这儿出来就是纯油，就是我们原油就在这儿了。分离出来的油就打到这个原油罐暂存起来。就暂存那个地方。根据不同的品种打到不同的暂存罐，暂存好过后。我们再到服务配间复配，就是调配间，调配所有的都是在线调配。比如说这个客户他输入他的代码1，他有3种辣椒、4种辣椒、5种辣椒的油，自动就倒到这个罐子里面了。如果是需要加渣的，你看哈，我们就在这儿把渣又倒进去，它混合搞好过后就进我们的包装间了。好，我们调配好的油就通过管道就打到我们这个输入到罐子里面来，它就进入这个自动包装线。也是通过管道在流头就自动灌装了。所有的都是通过管道，全部是自动。灌装好了过后，先经过 X 光机，你只要有所有的杂质、金属、异物，我们全部都在这儿就给你挑选出来了。挑选过后才在这儿来装箱。我们生产好的成品就全部在这儿来堆码。这样可以放多少呢？这儿可以堆到260吨的样子。现在正好在生产你们的产品，我带你进去看下这个生产线。好嘞。你们不是老是问我这个辣椒油是不是我做的吗？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带你们看一下。等我把手套戴好，这一筐辣椒总共呢是200多斤。然后呢，这个辣椒里面有4种，哪4种呢？贵州灯笼椒、贵州2荆条，还有一个河南的新一代，再一个就是新疆那个8488红龙，就是这么长、大大的、红红的。这个主要是有颜色。一般很多红油厂商呢，它是把这个辣椒把色素提出来，直接用色素。而我们呢是直接用这个辣椒，就非常好。第一步，根据你们的配方把所有的辣椒处理好，配好第二步，我们要看给你们炸的生选了，按照你们的要求用的是最好的小香葱。那小香葱比普通葱要贵很多，但是它的香味香很多。我马上就准备炼油了。这个油呢，我们是用的是非转的小榨菜籽油。就是这个嘛。这个油是非常的浓香，就是我们农村上里面的土法压榨的小榨菜籽油。然后我们设定是230度，230度炸葱嘛。炸葱，你一旦设定了过后，它这个温度是不会变化的，正负不会超过2度。你只要设定过后，只需要按按钮，它就是一键启动，傻瓜式操作。
哎，这个机器是你们在哪买的？我们自己做的，我做红油设备、炒料设备做了27年了。你们都说这个红油是不是我做的？今天这个呢，肯定是我做的啊。今天这一胚这一锅是我来放，大家看到没嘛？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宽油啊！这一锅油大概600多斤。现在辣椒面我们已经配好了，看一下，这里面还有一些香料啊。这个香料呢是我们自己的配方，这个香料跟辣椒面一起拌匀，拌匀了之后马上就可以泼油了。这个油跟家里面泼法还是不一样，要一点一点的让它浸润了，浸到滋润了，然后再倒油。现在加的是香料加花椒面，还有一些出颜色的啊。这辣椒面呢，出颜色的辣椒面就不能油温高了，油温高了之后它会颜色不好看。现在这个是白芝麻，对。哇，这个活是很累的，所以每一罐都要我亲自做的话，那我还不得累死啊！因为这个辣椒油呢，跟家里面做还是不一样的，家里面主要讲究简单方便。这个的话呢，因为涉及到食品工业了，它不是说3、5几斤、10斤、20斤，这一次的话就要做几百公斤。现在这一罐就做好了，就拿去量起来。我们今天的炒制就到这儿，然后静置24小时。明天下午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包装。好。现在我们回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红油为什么要静置1晚上，甚至是24小时？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红油里面加了一些香料，加了一些比较细的辣椒面。细的辣椒面提供颜色，香料呢提供香味。在静置的过程中，香料会慢慢的跟油一起融合。放1晚上之后，油会变得更香，然后变得更柔和。这就相当于红酒的醒酒一个原理。哎，总总，昨天那个芝麻没有全部浮起来嘎？啊，对，今天全部都浮起来了。哦，对。哇，今天浮起来好看多了。炸得好的芝麻它就浮起来，它芝麻中间是空心的，它就浮起来。对。炸得不好的它就沉底去了。它因为里头浸了油了。哎，对。吃了油。然后现在这条生产线呢，拉过来后就在这儿来搅拌。这是搅拌器。搅拌均匀就进我们灌装机。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搅拌哈，这个是瓦克尔式的。哦，这都是我们卫星帮的一个智慧，改变了整个行业。因为以前这个红油根本搅不均匀，搅红油就像搅活沙跟水一样的，你一搅它就沉底，一搅就沉底。哎，但是我用这个捞的方法，哎，它捞起来还没沉到底，我又给它捞了。就是说这种。这是钟总你亲自设计的？对，亲自设计的。因为我们的订货量实在是太小，所以无法使用中央章的全自动生产线。为了这9000瓶香辣红油，钟总直接调用了30个技术人员进行生产。我们30个人员足足干了1天，最后才让这个成品入库。所以我们仅仅从这一点上面就能够看得出全自动生产线和人工生产线它们的差距到底有多大。这个就是我亲自做的哈，要不要我签个名字上面看是谁拿到这一瓶？王总，你的货你亲自拿着啊？我亲自干噻。这台设备也是我们卫星帮生产的自动贴标，像以前靠人工贴标的话，你1分钟贴几瓶，而且还贴歪个。而且贴歪，这个是对，这个自动贴，也贴得很规矩，速度也快。现在我们正在调试机器。这个标就是这2个标，一个是正面的品牌，一个是配料表。看看我们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呢就是菜籽油、辣椒、花椒油、香辛料、芝麻，然后再加上花椒巩固一下，没有别的东西。好，这个就是我亲自贴的哈，这瓶是我亲自贴的，亲自灌装的，亲自炒作了一锅，不知道哪个可以买到这一瓶。现在这红油就打包好了，走，最后我带你们再看一下，回顾一下一颗辣椒是如何变成红油的。走，现在我们开始倒退的第一步，首先是把原材料毛货带到品红这里。第一步呢是去除里面的一些杂质、钢筋、一些石头、布碎，还有一些杂物跟辣椒无关的，甚至有一些小动物的尸体。把这些清理干净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来选第二步。第二步就是从这个辣椒里面选出这种辣椒杆、辣椒蒂、辣椒籽、
然后继续选出这个霉变的辣椒，这一步可以直接防止这个叫什么黄曲霉超标。然后第3步是清洗，清洗辣椒很简单，用的辣椒籽放到一个滚筒里面，用辣椒籽直接来洗这个辣椒。辣椒洗干净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辣椒籽也就变脏了。那最后到一步就是这一个辣椒经过了所有的工序，其实它是从机器里面出来的，它会有一些重金属物，就用强磁棒把重金属全部给它吸附掉，然后最终变成了金货。变成金货了之后，这颗辣椒需要到锅里面进行炒制，炒香炒脆了之后，用传统的冲制方法把辣椒冲成辣椒面。辣椒面有特粗，比如说这个就是中粗，这个就是特细，然后就把辣椒交到了中阳章手里，用压榨的菜籽油，物理压榨的菜籽油加上小葱、姜片，把它炼成葱香油。炼成葱香油了之后，然后来冲这个辣椒面、花椒、这个香料、芝麻，冲了之后变成油泼辣子，变成红油了之后静置24小时。最后灌装到这个瓶子里面了之后呢，再贴上这个标签，贴上了标签了之后，最终被送到了富顺，装到了这个纸箱里面，发成了快递，最后就到了你们手里。如果你们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下一期视频我们从头到尾把成本跟大家算一下，从一颗辣椒变成1瓶红油，到底需要多少成本？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拜拜。